年前，昆桑一直在研究养鱼，如果不给鱼缸换水，那么鱼缸可以正常运行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养鱼爱好者们有不同的意见。如果长期不换水，水里的硝酸盐就会增加，对鱼造成伤害。昆桑想做一个实验，只补水不换水，能不能把鱼养好？我们要从零开始做实验。养鱼首先得有一个容器，昆桑想到了一个不花钱的办法。朋友将一块玻璃原料在高温熔炉里加液，制作成液态玻璃，和吹烫银的道理差不多。找来妹子铁锤，在棍子的另外一头慢慢的吹，玻璃就会硬了起来。渐渐的，一个玻璃容器形状出来，最后给玻璃容器制作底座。容器有了，丑是丑了点，好在没花钱。昆桑准备了一些水草泥，还有一条斗鱼，把水草缸里疯长的水草修剪一些下来，先把水草泥铺在鱼缸底部，大概有1指深的高度，接着加上纯天然的自来水，水没过水草泥就可以。然后开始种植水草，最后把水加满，顺便加上一杯水草缸里的原缸水，里面跑进来一只斑马鱼，把它也扔里面吧。一个零成本的鱼缸就做好了，可以看出水非常清澈。1天后，昆桑找出一个水草灯，把它放在鱼缸上面，打开灯看看，效果还不错。玻璃制作的比较粗糙，里面有很多气泡，还好这个容器比预计的还大。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斗鱼，这只斗鱼鱼鳍比较大，颜色是5颜6色的，就叫它小黑吧。慢慢的用手给它捞到鱼缸里，看得出来小黑来到这个水草茂密的环境非常开心，它开始探索未知的领域。当小黑吃掉食物，拉出粑粑后，粑粑里主要成分是氨，消化细菌在鱼缸的消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，它们能够将氨转化为亚硝酸盐，再将亚硝酸盐转化为硝酸盐，硝酸盐会被水草吸收利用，水草的长势也会更好。也就是说，长期的喂食会让鱼儿产生大量的粑粑，而这些粑粑会转化成硝酸盐，硝酸盐对鱼是有毒的。所谓的3天换水7天换鱼，也就是要把水中的硝酸盐浓度降低。那么这个不换水的鱼缸想要养好鱼，也得降低硝酸盐的浓度。我们再看看鱼缸的底部，这里水草泥堆积的密度比较大，会产生一些厌氧菌，它们也会降低硝酸盐的浓度，不过作用非常小，大部分硝酸盐还是被水草吸收了。所以这就是种这么多水草的原因。在灯光的长时间照射下，水草经过光合作用冒出了泡泡。6个月后，这个鱼缸也只是补水，从来没换过水。鱼缸的情况怎么样了呢？因为鱼缸里的水加的太满了，小黑从缸里跳了出来，发现的时候已经变成鱼干。昆桑重新给鱼缸里加入2条小鱼，降低了水位。玻璃上有大量的螺类，有的螺会翻墙出去，摔在地上，估计是鱼缸里的藻类变少，螺类食物也会减少，水面也长满了浮萍。浮萍和水草一样，也会吸收硝酸盐，不过它们长得太快了，也会遮挡下面的光线，减缓水草的增长速度。用氧气管做成一个小圆圈，放在鱼缸水面上，可以通过这个小圆圈给鱼喂食。仔细观察鱼缸里，这2只米奇鱼已经生出了很多小宝宝。为了保护小鱼，需要把这些小鱼用单独的鱼缸隔离，防止它们成为大鱼的零食。在这个小鱼缸里也提前铺好了水火山岩，把鱼缸里的水草拔掉一些，种在小鱼缸里，加上水草缸里的水，就可以把小鱼转移过来了。如果说这种方法可以饲养小鱼，那么一些大鱼也可以这么养吗？1年后，昆桑准备了一个大鱼缸，里面也是一样种满水草，饲养了1只龙鱼和几只恐龙鱼。鱼缸上所有的空间都放满了水培植物，通过大量的植物来吸收水中的硝酸盐，没有任何其他设备，只有一盏灯，看起来鱼的状态还不错。看一下水草泥，底部确实有很多垃圾碎屑，不过这个鱼缸一点噪音都没有，水面也有很多油膜。昆桑用手捞一些油膜，放嘴里尝一下，没什么异味，比自来水都好。给鱼儿们扔点颗粒饲料，好家伙，这龙鱼吃的还挺快。再来看看这个自己打造的鱼缸，已经1年了，这些米奇鱼还在繁殖。看看鱼缸底部，水草泥的下面，缸壁上
都有大量的杂质，这对培养微生物很有帮助。小鱼苗不断长大，看来这水质也是没什么问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这种方式养鱼合理吗？好了，本期鱼缸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